很多人一听《封神演义》，以为是神仙打架，热闹非凡。其实拆开再看，这分明是一场神仙界的血腥招聘会，规矩极其残酷，想拿编制先死一次，名额一共365个，死后灵魂才有资格上榜，功劳再大，人活着反而连编外人员都算不上。听起来荒诞吧？可这恰恰是整部小说的底层密码。今天咱们就把这场中国神话史上最离谱的体制内招聘从头到尾拆个干净。先看这场大戏的导火索。咱们的主角商纣王帝辛，在大家的传统印象里是个什么形象？荒淫无度，沉迷酒色，纯废物一个。错原著里的帝辛身高8尺，力大无穷，能空手跟猛兽搏斗，简直是那个时代的美国队长。商朝在他的治理下，一开始兵强马壮，四方宾服，可这人有个致命缺点，狂到了没边。纣王7年3月15，正是妖界教父、人类之母女娲娘娘的圣诞。宰相商容建议纣王去女娲宫上香，纣王本来不屑一顾，心想寡人是人间之王，凭什么去拜一尊泥胎塑像？可碍于满朝文武的面子，他还是去了。这一去就惹出了泼天大祸。纣王在女娲宫百无聊赖地走流程，突然一阵狂风卷起神像前的帷幔，露出了女娲娘娘的绝世容颜。原著里怎么写的？国色天姿，宛然如生。纣王当场就看直了眼，色胆包天，居然叫人取来笔墨，在女娲宫的粉壁上题了一首极其露骨的轻薄诗。最后2句是：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氏君王。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神像要是能动，我高低得把它娶回宫，给我当老婆。各位，这可是女娲啊，捏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大佬。你一个凡间帝王，跑到人家地盘，在人家墙上写我想娶你，这不是作死是什么？女娲娘娘云游回来一看，好家伙，肺都气炸了。他直接架起祥云，准备飞到朝歌城，一巴掌把纣王拍死。可就在他飞到商朝都城上空时，2道冲天红光挡住了去路。女娲掐指一算，叹了口气，商朝还有28年气运，纣王现在命不该绝，可这口恶气怎么咽得下去？你既然恶心我，那我就刨你的根基。女娲回到行宫，拿出一面叫招妖幡的顶级法宝，轻轻一摇，天下群妖战兢兢，全都跑来开大会。女娲从中挑了3个优质的执行者，轩辕坟里的9尾狐狸精、9头雉鸡精，还有玉石琵琶精。女娲下达了极其明确的职场指令：第一，隐藏妖气，潜入商朝后宫；第二，迷惑纣王，败坏商朝气运；第三，事成之后让你们修成正果，但是绝对不能残害无辜。9尾狐狸精一听，激动坏了，带薪卧底，还能拿仙界绿卡，干了。可他万万没想到，最后正是这句不能残害无辜，成了日后要他命的最终解释权。要进宫得借个皮囊。这时候倒霉蛋出现了，冀州侯苏护的女儿苏妲己。苏护因为不满纣王强征天下美女，在午门外写下冀州苏护永不朝商，结果被纣王大军打得怀疑人生，只能含泪把心爱的女儿送去朝歌赎罪。在送亲途中的恩州驿站，夜风呼啸，一阵妖风刮过，清纯善良的少女苏妲己灵魂被瞬间吸走。9尾狐狸精鸠占鹊巢，成功附身。从此，那个连踩死蚂蚁都不忍心的苏妲己死了。
活下来的是即将让整个商朝血流成河的一代妖后。妲己一进宫，纣王就像被下了降头，连朝都不上了，整天在后宫里玩酒池肉林。有正直的大臣看不下去，比如大夫梅伯跑来死谏，妲己微微一笑，给纣王出了个主意：大王，这些刁民就是不怕疼，咱们造个新型刑具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酷刑——刨烙之刑。一根巨大的铜柱子，里面烧满红彤彤的炭火，把直言进谏的梅伯剥光衣服，活生生地绑上去。只听刺啦一声，皮肉烧焦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朝堂，梅伯的惨叫声响彻云霄，最后化作一具焦炭。满朝文武吓得面如死灰，浑身发抖。而高高在上的纣王和妲己却听着这惨叫声开怀大笑。紧接着姜王后被挖去双目，刨烙双手致死，比干被逼着挖出了自己的七窍玲珑心。大商朝的百年基业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内部疯狂坍塌。可你以为这只是一场单纯的妖狐祸国吗？太天真了。就在商朝朝堂上血流成河的同时，在遥不可及的昆仑山上，阐教的12金仙和至高无上的元始天尊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的手里拿着一份空白的名单，这份名单叫封神榜。这群神仙们因为犯了杀劫，必须在凡间经历一场浩劫，才能度过危机。换句话说，神仙们需要替死鬼，而凡间这场商周更替的血肉磨盘，正好是他们收割灵魂的完美猎场。纣王题诗真的只是一时色欲熏心吗？女娲派狐妖真的只是为了泄愤吗？所谓的天数到底是谁定下的规矩？当凡间的战火即将燃起，一个身披红绫手戴金圈的小娃娃正带着一身杀气降生在陈塘关。如果你老婆怀孕了，3年零6个月，生下来却是一个滴溜溜乱转的红肉球，你会怎么办？是当个球踢了，还是赶紧请个道士做法？陈塘关总兵李靖选择了拔出宝剑，一剑劈下去。这一劈出了封神宇宙里脾气最暴、杀伤力最强，也最不讲武德的混世魔童。哪吒李靖这一剑劈下去，肉球裂开，里面跳出一个自带发光特效的小孩，满地红光，异香扑鼻。更离谱的是，这孩子刚出生，身上就带着2件先天神器，右手套着乾坤圈，肚皮上缠着混天绫。李靖还没反应过来，天空中就降下一位昆仑山的高管，阐教12金仙之一的太乙真人。太乙真人笑眯眯地说：李总兵，恭喜恭喜，这孩子跟我有缘，我收他当徒弟了，名字我都取好了，就叫哪吒。表面上看，这是一段神仙点化凡人的佳话，但你如果结合封神世界的阴谋论背景来看，这简直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养成计划。太乙真人的溺爱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根本不教哪吒什么仁义道德，只教他怎么打架，怎么杀人。为什么？因为阐教马上就要下山跟截教火拼了，他们急需一个不怕死、不讲理的冲锋号。哪吒就是太乙真人亲手打造的生物兵器。把核按钮交给一个3岁的熊孩子，会发生什么？很快，东海龙王就体会到了这种绝望。5月的一天，天气太热，7岁的哪吒跑到东海边洗澡，他嫌水不够凉快，顺手把肚子上的红布条，也就是混天绫，扔进水里洗了洗。好家伙，混天绫可是上古神器，
在水里一搅，整个东海龙宫就像遇上了10级大地震。龙王的水晶宫差点塌了。龙王派个夜叉上去查看，夜叉看哪吒是个小孩，骂了2句。哪吒二话不说，拿起乾坤圈一下，就把夜叉的脑浆子砸出来了。东海龙王的3太子敖丙一看，拿着方天画戟冲出海面。敖丙本来想装个逼，结果哪吒根本不认识龙，还以为是条泥鳅。哪吒一套丝滑连招，混天绫一裹，乾坤圈一砸，3太子当场现出原形，死得透透的。这还不算，全书最残暴的画面出现了。哪吒看着死去的白龙，突发奇想，哎，我爹刚好缺条腰带，这龙筋抽出来做腰带挺不错。于是一个7岁的孩子踩在龙背上，硬生生把3太子的龙筋给抽了出来。龙王敖广悲愤交加，要去天庭告状。你猜太乙真人怎么教哪吒的？他居然让哪吒跑到南天门隐身埋伏，把正要去告状的老龙王摁在地上，又是一顿毒打，还扒了人家几片龙鳞。这下彻底捅了马蜂窝。东南西北4海龙王齐聚陈塘关，水漫城池，扬言不交出哪吒，就要把陈塘关10万百姓全部淹死。这个时候，哪吒的父亲李靖在干什么？面对4海龙王的威压，这个体制内的小官僚怂了。他不仅没有保护儿子，反而破口大骂，说哪吒是惹祸精，甚至拔出剑来要大义灭亲。狂风暴雨中，哪吒看着城外滔天的洪水，看着软弱无能，只想撇清自己的父亲，又看了看旁边哭成泪人的母亲。这个7岁孩子的世界观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了。他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却发现自己连家人都保护不了。他以为师父给了他一切，却发现那些法宝只能带来灾难。哪吒惨然一笑，拔出宝剑，对着4海龙王大喊：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今日剖腹剜肠，剔骨肉还于父母，不连累你们，手起剑落。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父母面前将自己的肉一片片割下，骨头一寸寸剔除，血染红了陈塘关的城墙。哪吒死了，死在了漫天风雨里，死在了封神榜那冷冰冰的算计中。但太乙真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头号兵器就这么报废哪吒的一缕魂魄，飘到了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拿出了他真正的黑科技，2朵莲花，3片荷叶，莲叶一晃，哪吒复活了。这次复活彻底改变了哪吒的命运。莲花化身意味着他从此没有3魂7魄，在以后的封神大战中，那些专门攻击灵魂的恶毒法宝对哪吒通通无效。他成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战争机器。不仅如此，太乙真人还给他送上了版本最强的外挂：火尖枪、风火轮、金砖。带着这身神装，哪吒重返人间。但他复活后接的第一个任务，不是去打怪升级，更不是去拯救苍生。他踩着风火轮，满世界追杀一个人。谁？他的亲生父亲李靖。原来，哪吒死后，他母亲偷偷给他建了座庙，享受香火，想让他早日重塑真身。结果李靖觉得丢人，一怒之下把哪吒的庙给砸了。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哪吒彻底暴走。原著里这段父子追杀戏写的那叫一个惊心动魄。李靖被哪吒追得像个丧家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盔甲都跑丢了，眼看就要被火尖枪一枪捅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空中突然降下一个神秘道人，随手扔下一座金光闪闪的宝塔，直接把哪吒罩在里面，用烈火疯狂焚烧。
这个神秘道人到底是谁？这尊能镇压一切的宝塔又是什么来头？这对奇葩的父子恩怨，最终将以怎样不可思议的方式收场？与此同时，在距离陈塘关千里之外的渭水河畔，一个72岁的下岗老头正拿着一根没有鱼饵的直钩，开始了他震惊3界的表演。前面说到哪吒，眼看就要一枪捅死亲爹李靖。千钧一发之际，天降大佬阐教副教主燃灯道人，他不仅拦下了哪吒，还顺手送给李靖一座顶级法宝33天黄金宝塔。从此以后，李靖只要看儿子不顺眼，就把宝塔寄出来烧他一顿。这对奇葩父子终于达成了某种诡异的核威慑和平，李靖也因此喜提新称号托塔李天王。但封神宇宙的主线可不是看着爷儿俩打架，在《封神演义》的世界里，有2样终极的因果律武器，一个是姜子牙的直钩，另一个是申公豹的嘴。话说昆仑山阐教的 CEO 元始天尊把一个72岁的老头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小姜啊，你上山修道40年了，仙道难成，现在公司有个大项目叫封神榜，我看你挺合适的，你下山创业去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各位别看后来姜太公牛气冲天，他刚下山那会儿，活脱脱就是一个高龄下岗职工，72岁，没钱，没房，没技术，下山投奔结拜兄弟宋义人。宋老哥挺讲义气，寻思着老光棍可怜，给他介绍了个68岁的黄花大闺女马氏。本以为老婆孩子热炕头，结果姜子牙开启了地狱级的创业失败路。老婆让他去卖编织筐，从早走到晚，一个没卖出去。让他去卖面粉，刚摆好摊儿，一阵妖风刮过，面粉全被吹跑了。宋义人资助他开个饭店，结果一天下来，鬼都没来一个，肉全馊了。马氏气得破口大骂：姜子牙，你个老废物，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嫁给你。最后硬逼着姜子牙写了休书，2人离了婚。被老婆扫地出门的姜子牙没有去送外卖，而是来到了渭水河畔。他拿出一根没有鱼饵的直钩，悬在水面3尺之上。别人笑他是个疯老头，他却微微一笑：老夫钓的不是鱼，是王侯将相。老夫愿者上钩，这不大冤种。哦不，大贵人来了。西伯侯姬昌正在四处寻找高人，听说渭水有个奇葩，立马带人来请。文王为了表达诚意，亲自拉着姜子牙的马车往前走，这可不是随便拉的。文王咬着牙，一步一步拉了整整800步，实在拉不动了。姜子牙坐在车上，掐指一算，叹了口气：大王，你为我拉车800步，我保你大周江山800年，周朝的800年国运，就在这几百步里一锤定音。眼看姜子牙拿到了稀奇的 A 轮融资，准备走上人生巅峰，有个人眼红得快要滴血了。谁？他的师弟申公豹。在申公豹看来，这简直是职场最大的不公。凭什么我申公豹能把头割下来在天上飞？我精通5行8卦，法力高强，姜子牙连个飞天遁地都不会，凭什么封神榜这种 S 级核心项目交给他？元始天尊，你偏心。嫉妒让申公豹彻底黑化，他对着姜子牙放出了全书最狠的一句狠话：姜子牙，你等着，西岐有多少兵马，我就给你找多少神仙来，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申公豹没有吹牛，他开启了封神宇宙最恐怖的传销模式。申公豹的法力其实一般，
但他点满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技能：人脉与话术。每当姜子牙在战场上遇到困难，或者刚刚打赢一场小仗时，申公豹就会骑着黑豹出现在各种隐士高人的洞府门口。只要他一开口，说出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5字真言：道友请留步，这句话简直就是《封神榜》的催命符。被叫住的人非死即伤。申公豹的套路极其精准，他专门去找势力最大、人数最多的截教门人。面对这些截教大佬，申公豹深谙 PUA 之道，第一招拉踩激将法。哎呀，道兄，你听说了吗？姜子牙仗着阐教的势力，把你们截教骂得一文不值，说你们都是披毛戴角、师生卵化之辈。第二招，兄弟一起绑架。咱们可是好哥们儿，现在我被姜子牙欺负了，你管不管？你不管，就是看不起我。在这种疯狂的忽悠下，九龙岛4圣、石天君、赵公明，甚至是拥有逆天法宝的三霄娘娘，一个个前赴后继，带着满腔怒火下山，嗷嗷叫着去给商朝打工，去找姜子牙拼命。结果呢，全都被阐教的高管们当成经验包，一个个送上了封神榜。因为申公豹的疯狂摇人，商朝的国家机器彻底暴走。商朝真正的擎天柱，3朝元老文太师，骑着莫麒麟，眉心新生第3只眼，亲自挂帅出征，史称36路伐西岐。这已经不再是凡人兵马的对砍了，天空中飞舞着各种要命的法宝，翻天印、落宝金钱、定海珠，大地上布满了令人绝望的法阵神仙、凡人、妖怪，在这片土地上疯狂绞杀，血流飘杵。文太师虽然英勇，但他最终也没能逃脱天数。在绝龙岭，一代忠良被通天神火柱活活烧死，商朝最大的保护伞塌了。可你以为西岐这就赢了，姜子牙这就安全了吗？大错特错。文太师的死彻底惹毛了截教真正恐怖的存在。申公豹的道友请留步，终于请出了王诈，喊来了截教的石天君。这10个人在西岐城外摆下了一座凶险万分的10绝阵，什么天绝阵、地裂阵、风吼阵，里面要么是3昧真火，要么是能把神仙化成血水的毒煞。阐教这边的12金仙一看，全懵了，谁也不敢进去破阵。这时候，西岐方面的代理主帅燃灯道人站了出来，他眼神一冷，想出了一个极其恶毒但极其有效的战术：祭阵。什么叫祭阵？说白了，就是拿炮灰去排雷。10绝阵的威力在于他的第一发大招极其致命，必须要用人命去填，把阵法里的煞气消耗掉，真正的金仙大佬才敢进去收割。于是封神榜最黑暗的一幕上演了，破天绝阵。燃灯派了一个叫邓华的小道童进去，破地裂阵派了老实巴交的韩独龙进去，甚至连一些凡人武将也被哄骗着进去送死。这些炮灰刚一进去，瞬间连人带马化为一滩脓血，连声惨叫都没发出来。等阵里的毒气散了一半，12金仙才不慌不忙地走进去，一剑把布阵的天军给秒了。看到了吗，各位？这就是封神的底层逻辑：死道友，不死贫道。只要死的是别人，我的命就能保住。只要能把封神榜的365个名额填满，哪怕拿自己人的命去填也无所谓。但常在河边走，哪儿有不湿鞋？阐教这种割韭菜的打法，终于惹怒了截教的外门第一大弟子赵公明。
结果赵公明被西岐用一种极其阴毒的暗杀术钉头7剑术活活败死了。这一下彻底惹毛了赵公明的3个妹妹云霄、琼霄、碧霄，史称3霄娘娘。这3位可不得了，他们拿着通天教主赐予的极品装备混元金斗，杀气腾腾地杀到了西岐城下。这混元金斗是个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它的原型其实就是古代的马桶，但正因为它装进了世间的污秽，所以它能克制一切法宝。3霄娘娘红着眼摆下了封神榜第1凶阵九曲黄河阵。阐教的12金仙不是牛吗？不是喜欢玩套路吗？云霄娘娘冷笑一声，全给我进来吧。混元金斗在天空中一转，金光一闪，广成子收了，赤精子收了，太乙真人、玉鼎真人、巨留孙、阐教12个董事长级别的高管，就像下饺子一样，被一股脑全吸进了混元金斗，扔进了九曲黄河阵。一进黄河阵，12金仙迎来了他们修道1000年最绝望的时刻。阵里的阴风一吹，直接削去顶上3花，毙了胸中5气。什么意思？就是这群高高在上的大罗金仙，1000年修为瞬间归零，直接被打回原形，变成了肉体凡胎。这是封神史上阐教最屈辱、最惨烈的一次团灭，12金仙破产了。按理说，打到这份上，徒弟全军覆没，阐教该认输了吧？不，老板急眼了，决定不讲武德，亲自下场。阐教的最高掌门人元始天尊带着他的大师兄太上老君2个圣人级别的顶流大佬，居然亲自跑来对付3个晚辈姑娘，这场面有多难看？就像是2个世界拳王跑去幼儿园，把大班的女班长给胖揍了一顿。太上老君一甩太极图，把云霄娘娘裹走，压在麒麟崖下。元始天尊拿出3宝玉如意，把琼霄娘娘的脑浆子当场打飞。太上老君又拿出一个金刚镯，直接把碧霄娘娘砸成了肉泥。这就是封神里的规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比的不是谁战力高，比的是谁后台硬，谁心更黑。自己的亲传弟子被欺负成这样，截教的大老板通天教主终于忍无可忍，彻底暴走。既然你们2个当哥哥的不顾情面，那就别怪我掀桌子了。通天教主掏出了他的镇教之宝诛仙4剑，摆下了非4圣不可破的诛仙剑阵。接着又召集全教上万名弟子，摆下了气吞山河的万仙阵。这是中国神话史上规模最大最悲壮的终极大决战。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一看2个人打不过啊，怎么办？2人居然把西方教的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给请了过来，4个打1个。在万仙阵中，通天教主孤身一人，面对4位同级别的圣人围殴，剑气纵横3万里，打得天崩地裂，日月无光。最终截教寡不敌众，无数门人被杀，被抓去当了坐骑。精英被西方教强行度化，通天教主眼看大势已去，仰天长啸，甚至想重立地水火风，直接把整个世界毁灭重启。直到他们的师父红军老祖亲自降临，逼着三清吃下毒丸，才彻底按下了暂停键。万仙阵破了，截教灰飞烟灭，神仙们的杀劫终于以一种极其血腥和惨烈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大批大批的截教神仙死后，灵魂飘向了那张冷冰冰的封神榜。神仙打完了，人间的恩怨也该清算了。没有了截教神仙的保护，周武王和姜子牙的大军如同潮水般兵临朝歌城下。
那个亵渎女娲、造下刨漏之刑的纣王帝辛，面对国破家亡，他会跪地求饶吗？那个倾国倾城、祸乱天下的九尾妖狐苏妲己，女娲娘娘真的会兑现承诺，让她修成正果吗？西岐大军一路摧枯拉朽，600年的大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武王姬发和姜子牙的大军将朝歌城围得水泄不通，大厦将倾。那个曾经力拔山兮气盖世，却因为一首诗引发3界浩劫的商纣王帝辛，此刻在干什么？他没有选择投降，也没有像懦夫一样痛哭流涕。帝辛毕竟是一代帝王，他走上了自己穷奢极欲建起的摘星楼，穿上了最华丽的九龙天子之服，将宫里所有的奇珍异宝、珍珠美玉全都堆在身边。然后他亲手点燃了这把大火，大火冲天而起，吞噬了这位中国神话史上最骄傲也最狂妄的君王。帝辛站在烈火中，没有发出一声惨叫，他用最决绝的方式和他的大商朝一起化为了灰烬。商朝亡了，纣王死了，那罪魁祸首祸乱后宫的九尾妖狐苏妲己呢？眼看周军破城，妲己和她的2个好姐妹眼看老板自焚了，赶紧收拾细软准备跑路。结果刚飞出朝歌城，迎面撞上了一个让他们胆战心惊的身影，女娲娘娘。妲己一看大老板来了，赶紧跪下哭诉：娘娘救命啊！当年是您拿招妖幡让我们去败坏商朝气运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您说好的让我们修成正果呢？女娲冷冷地看着他们，说出一句堪称神仙界最强甩锅的名言：我让你们去断送商朝气运，但没让你们造刨漏挖人心，残害忠良啊！你们作恶多端，理当受刑。好家伙，这就是高层领导的终极艺术，最终解释权归我所有。当初只下 KPI， 不说具体怎么干，现在出了舆论危机，你们3个就是完美的临时工和替罪羊。女娲大笔一挥，直接用缚妖索把3妖捆了个结实，扔给了姜子牙。姜子牙下令斩首，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妲己被押上刑场，刽子手举起大刀，结果妲己回头抛了个媚眼，那叫一个楚楚可怜，我见犹怜。刽子手的手都软了，刀直接掉在地上，骨头都酥了。换了几个刽子手，全都不忍心下手。姜子牙一看，这妖精魅惑属性点满了啊，凡人根本杀不了。于是姜子牙请出了封神宇宙里单体斩杀率100%的最强法宝路亚道人的斩仙飞刀，一个红葫芦摆在法台上，里面飞出一线毫光，长着眉毛和眼睛，死死盯住妲己，定住了他的泥丸宫。姜子牙对着葫芦微微鞠躬，冷冷地吐出5个字：请宝贝转身。毫光在妲己脖子上一转，一代绝世妖姬狐头落地。那具被狐妖霸占多年的躯壳，那个原本纯真善良的冀州少女苏妲己，终于在这个残酷的乱世中得到了解脱，终于尘埃落定。姜子牙手持大神鞭，站在高高的封神台上，迎来了整部书的终极名场面。大封神365位正神的名单一一揭晓，这简直就是一场跨越生死的仇人见面会。西岐这边的阵亡将士，比如黄飞虎，被封为东岳泰山大齐仁圣大帝，成了5岳之首。商朝这边的死忠，比如被活活烧死的文太师，被封为9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掌管雷部24位正神。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那个荒淫无道，把满朝文武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纣王帝辛。你猜他被封了个什么神？天喜星。
这可是个专管人间婚姻喜庆的好差事。凭什么？凭什么一个暴君死后还能当吉神？因为在天数面前，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执行者。纣王虽然残暴，但他完美地推动了商朝灭亡的剧本，填满了封神榜上的名额。他完成了元始天尊和天道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在天道的眼里，道德是凡人定的，规矩才是神仙定的。等365个神位全部分发完毕，所有的怨魂都披上了神仙的金甲，飞升天庭。封神台上只剩下姜子牙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手里拿着一份空空的名单。其实姜子牙早就知道自己封不了神，当年下山时，元始天尊就跟他说过：子牙，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但可享人间之福，你是人间的无敌代理人。但对不起，神仙的编制里没有你的位置，因为你需要留在人间作为大周王朝的相父，继续维持凡间的统治秩序。姜子牙叹了口气，放下了大神鞭。他没成神，但他却得到了神仙界最顶级的特权。民间传说里，姜子牙虽然不是神，但他的鞭子能打天庭诸神，所以后来老百姓盖房子都会在房梁上贴一张红纸：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这就是对这位72岁下岗创业，最终一手完成3届重组的老爷子最高的致敬。很多人听到大结局，或者光听封神榜这3个字，都有个最大的疑惑：这封神榜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是给神仙发奖状，还是封印神仙的超能力？其实都不是。用大白话说，封神榜既不是封印，也不是单纯的荣誉证书，它是一份由3教高层共同签发的死亡名单兼天庭编制录用通知书。在《封神演义》的硬核设定里，仙和神完全是两码事儿。仙是指通过自身修炼达到长生不老、逍遥自在状态的人，他们住在洞天福地，不受天庭管辖，比如阐教、截教等书中的姜子牙、杨戬、哪吒，在封神前都属于仙或道士。神是指死后被天庭录用，成为有官职、有责任、受约束的公务员。他们需要上班打卡，受昊天上帝驱使，且大多数失去了继续修炼的可能性。所以封神榜的本质就是把逍遥自在的仙强行变成受制于人的神。对于追求逍遥的仙人来说，上榜不是恩赐，而是一种束缚，甚至劫难。最残酷的是，想上这封神榜有一个绝对的硬性条件：你必须得死，只有在这场商周大战中战死，灵魂飘到封神台，才有资格被封神。如果你没死，哪怕功劳再大，也上不了榜。比如杨戬、哪吒、李靖这帮人，人家是凭实力肉身成圣，活着拿到了顶级编制，所以封神榜上根本没他们的名字。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个离谱的榜单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天庭体制内太缺人手了。昊天上帝需要365个正神来干活，于是阐教、截教等3教的最高领导层坐在一起开了个闭门会议，共同签押了这份名单。所谓的签押，就是提前内定了死亡指标。这场封神大战表面上是商朝和周朝的改朝换代，本质上是一场神仙界的体制内强行招聘。招聘的方式是渡劫，招聘的唯一条件是死亡。榜上有名的人，不管你是正义还是邪恶，比如荒淫无道的纣王，或者作恶多端的申公豹，只要你在这个名单上，就必须死一次。死后去天庭，
端那个有职无权、受打神鞭克制的铁饭碗，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残酷？就像我们看历史一样，所谓的神仙打架，无非是一场大型的资源重组和权力洗牌。在这场大局里，凡人是棋子，神仙是棋子，甚至连高高在上的圣人也是天道规则下的棋子。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依然有比干抛心的忠诚，有哪吒反抗父权的桀骜，有文王拉车800步的坚韧，有杨戬的智勇双全。这些在命运洪流中不屈服的人性之光，才是《封神演义》真正流传千古的精魂。如果能看懂这一层，你就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神话故事，这是一部关于权力、欲望与规则的成人寓言。天上地下从无心事，神仙如此，人间亦然。